花80亿新币，只为了每天上下班省15分钟。这笔账听起来是不是亏大了？但如果你以为南北交通廊道只是用来缓解拥堵的另一条高速公路，那就真的低估了新加坡城市规划局的野心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狮城社区百事通。这80亿的造价背后，其实藏着一个能撬动160亿长期经济效益的巨大棋局，更是新加坡彻底告别车本位的超级转折点。今天咱们就来硬核拆解这笔1000亿级别的经济账到底怎么算。每天早高峰住在北部乌兰、森巴旺、义顺或者红帽桥的朋友，只要一上中央高速公路，基本就是看前车尾灯发呆的节奏。那条路简直就是北部居民的集体噩梦，哪怕你提早半小时出门，也可能被死死堵在布莱德路段，进退两难。为了彻底拔掉这个交通痛点，路交局砸重金规划了这条全长21.5公里的南北廊道。但这里面有个非常有意思，也很少有人注意到的细节。这个项目在2008年最初立项的时候，原本叫南北高速公路，是一条纯粹为了汽车服务的双向6车道。但到了2016年，官方却硬生生把它改成了南北交通廊道。千万别小看这一字之差，背后的规划逻辑可是天壤之别。新加坡的土地实在太有限了，总共就700多平方公里，道路已经占了全国土地面积的12%，几乎达到了极限。我们根本不可能像其他大国家那样无休止地给私家车铺路，把高速公路降级成廊道，其实就是政府强力推行减少用车，也就是车轻社会战略的最强信号。从改名的那一刻起，它就背负了双重使命，既要解决眼前的拥堵，又要重塑我们未来的出行方式。它不再是专属于汽车的特权快车道，而是一条把路权重新分配给所有人的综合通道。那这条通道到底长什么样？凭什么能改变我们习以为常的通勤方式？到底什么是全能型的交通廊道？简单粗暴地说，就是把整条路折叠起来，做成一个3维立体的交通网。国际城市规划界有个很前沿的概念叫完整街道，而我们的南北廊道直接把这个理念做成了终极放大版。工程团队动用了极其复杂的地下挖掘技术，把轰鸣的私家车和长途过境车流全部塞进了地下隧道。这样一来，地面上就腾出了大片宝贵的空间，可以毫无保留地还给行人和公共交通。未来的地面层会变成什么样呢？首先，会有一条全天候的专属巴士专用道，因为没有了私家车的干扰，巴士可以像高铁一样畅通无阻，车程直接缩短10到15分钟，效率堪比轻轨。其次，还会有一条无缝接入全岛公园连道网络的脚踏车主干道。这意味着，如果你在市区上班，完全可以一路沿着绿树成荫的林荫道骑行通勤，中途不用躲避大卡车，安全又环保。再加上这条廊道在空间走向上和汤申、东海岸线完美互补，沿途还串联起了多个地铁转换站。未来的北部居民出门就是微型交通，比如脚踏车加上地铁，再无缝衔接巴士的立体组合。政府其实是在用真金白银的基建告诉你，在未来的新加坡，买车不仅不再是刚需，甚至可能变成一种负担。即便你没有那张动辄10万新币的昂贵用车证，你依然可以非常体面、高效且低成本地穿梭在这座城市里。这就是从车本位向人本位转移的底层逻辑。不过，既然不开车也能行，那这80亿的巨额投入，真的能靠老百姓省下的时间回本吗？咱们来盘一盘大家最关心的核心经济账。80亿新币砸下去，每个人每天就省那么10几分钟，表面看是血亏，但官方和经济学家预测的长期经济效益却高达160亿新币。这翻倍的钱究竟是从哪儿变出来的？首先是宏观生产力的巨大释放，几十万人每天省下的通勤时间，叠加巴士运营效率的大幅提升，意味着劳动者有更多精力投入工作或家庭，这会直接转化为庞大的社会经济动能。时间就是金钱，在这项工程里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其次，也是很多屋主和投资者最盯紧的一点，就是沿线区域价值的全面重估。大家刷社交媒体，可能经常看到房屋中介炒作某某路段的祖屋，因为建廊道马上就要暴涨。这里我要提醒大家，别轻易上头，基建对房地产的带动从来不是短期炒作，而是一个长线逻辑。你想想看，原本像 CTE 那样被庞大车流和刺耳噪音严重割裂的社区，现在因为汽车全走地下，被重新缝合在了一起。
地面的废气和噪音大幅减少，取而代之的是大面积的绿化带、慢行步道、社区广场，甚至是露天咖啡座。这种城市空间的释放，必然会催生出新的社区商业和生活配套，吸引更多年轻家庭入住。对于沿线的祖屋和私宅来说，这种居住环境的本质改善，加上交通枢纽带来的极致便利，才是房产保值增值最坚实的护城河。它修的不仅是一条路，更是把北部那些老旧社区的整体活力重新激活了，这就叫城市更新的溢价。所以回头看，南北廊道绝对不是一条普通的马路，它是新加坡未来城市空间重塑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缩影。它的终极意义，不是为了让你一脚油门踩得更快，而是为了让所有人，哪怕不驾车，也能在这座城市里走得更远、更舒服，享受到更高质量的公共空间。从80亿的投入到160亿的回报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账面上的数字游戏，更是新加坡对未来可持续发展投下的重磅信任票。对于这个耗资巨大的超级工程，你最期待的是它带来的巴士大提速，还是那条能让你周末骑车直达市区的林荫道？又或者，目前漫长的施工期和改道，有没有给你的日常生活带来什么困扰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分享你的真实感受，咱们一起探讨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深度拆解有帮到你看懂新加坡的城市规划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我的频道，顺手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咱们更多关于新加坡社会、房产和经济的硬核干货啦。我是你们的狮城社区百事通，咱们下期视频见。